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卡尔玛绝活哥的兑现情况。这里面卡尔玛是比较暴力流的，第一件出炉灯的回响。为什么呢？像金克斯这种前期没什么伤害，那他就需要有一些长手的那个英雄来帮他补一些伤害。像如果对面选女警或者说女枪这种，如果你不好好的去帮那个射手补伤害的话，前期估计不怎么好兑现。像这里面的那个时光，前期没有说放那个Q 技能帮忙给到那个射手位打输出，然后在那里在草里面蹲了半天也没什么用，还不如直接就暴露自己的位置，然后赶紧的，因为他前期也没什么作用嘛，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卡尔玛利用自己的一个被动，先打一个消耗，大的消耗，然后还能叠自己的彗星。这里面我也说到了，像上个视频我也说到了，那个时光老头不要带艾莉的原因也在这里面。一没伤害，二他给队友补盾的话，就是增加那种给队友增加增益效果的时候，也就只有2技能，3技能那个大招的话，你不可能说频率那么快的嘛，也没什么用。大招没有护盾的话是触发不了的嘛，所以只有一个技能可以触发艾莉，那他还不如直接带彗星，但艾莉就是纯的版本陷阱。这里面前期能尽量叠，用 Q 去叠那个彗星的话，就尽量用 Q 去叠那个彗星。像卡尔玛的话，他很难做得到像露露或者说琴女奶妈这种能保护到关键时刻奶一口让 ADC 不死，就锁血嘛，所以不如直接剑走偏锋，以输出为主，以消耗为主，就走那个拉克斯的道路。而且后期有大招的那个有被动的那个一技能 Q 过去的话，伤害还是蛮高的。像辅助的话，我就不太多说解说了，让大家自己去看他的一些玩法。反正你像这种尽量叠，就拉扯好距离，尽量叠彗星，你后期其实对射手来说就很舒服了。
这里没蓝的话就不用再去了，直接回家就好了。看看队友的视野。这里面让潘森吃到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潘森再怎么强势，他后期他没什么后期的，他后期只有上去打一套，打不了就是被秒的那种。哦，这里面他带的是僵尸守卫，但这里面就是有个点就是，怎么说呢？他带僵尸守卫是比较极限的。你如果说你这个人玩的容错差一点的话，我建议还是带那个灵性猎手，保证自己的技能 CD， 因为他这个天赋呢也是能减那个装备 CD 的。不过确实这个版本射手在扫描那个眼位的时候是有那种排眼刀的那种效果嘛，就是平 A 一次可以扣2滴的那种，所以还是挺好的。这里面直接选择上来打一套，大招抢掉人头，然后对面打野来了。这里梦魇也赶到，但不好追了，兵线推不进去。像这边都是高爆发的阵容，最好就把那个火龙要抢下来，收益比较大。如果说像那种都是大后期，那前期接不了就尽量跟对方换资源，他不要火龙你就去拿那个先锋团，先锋，然后要么你就。如果说你像这种优势，就是那种像梦魇啊，像你这个辅助也是吃爆发的，所以拿一条火龙给到的伤害加成其实很大的，时间久了会越来越多。这里来后面找个机会，你看他这里面只要有个大招的 Q， 就已经完全可以把对面射手打1/4的血量了。哦，这里没有砸到，没有砸到的话，就完全不用怕担心龙王是吧？叠到瀑布以后，起码1分钟吧，前期很久的。这里面那射手怕到直接立刻用了净化。
这里第二件选择做那个世界专注，因为使用技能命中600外，就是它有个它的装备效果是使用技能命中600范围之外的英雄，将其会让他那个显形嘛，然后对他的伤害也是造成那个提高更多的伤害。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更好的去用技能去探草啊，或者是那些。而且这件装备有比较高的一个法强，然后有法穿，还有技能级数，对于卡板来说就是一件很不错的。第二件做大帽的话，你看什么情况咯？如果说局势大好，优势特别大，那你可以尝试一下，让对面完全吃不动你的伤害。这里面大招砸中了那个梦魇，没办法。像你玩的是这种输出流辅助的话，你就尽量是让自己的大招去叠 Q， 而不是让大招去叠那个 W 或者 E 去给护盾，或者说去上前去控制，因为你的身板比较脆嘛。但 E 技能的话，那就是看情况的。E 和 Q 这两个技能肯定看情况，尽量是别去叠 W。W 的话，除非这就得看你就是临场的那个技能释放。但输出的话，输出环境下需要输出环境下的话，你就尽量叠 Q。这里面闪 Q 失败。但已经完成了3个人头的收割。刚刚纳尔那里一拍到墙上，确实伤害控制打得很足了。这里龙王过来送个人头，他以为辅助应该没有那么高的伤害，应该是，他没想到爆发这么高。像你们这里可以看到，叠到20层的彗星的话，伤害已经是很爆炸了。基本上一套技能就能打残一个脆皮，就像那个基兰时光老头的大招一样，不，1Q 一样，只要2层 Q 打到一个 ADC 的话，那个爆发伤害就是半管血。哦，这里差点被秒掉了。哦，这永恩大招放太早了，读秒没有读好，当然也没有跑掉，对面直接闪现追过来抓。
那这样的话就轻松拿下比赛。这期就到这里啦，拜拜。